我操！超级烂，特别的烂。Hello， 大家早上好啊！今天是出发的第11天。哇塞！扬州馍、鸡蛋咸菜这块，你吃饭待着就感觉跟在家里一样那种。今天起得早啊，今天7点多其实就醒了，然后这会儿9点多，我到了这个紫梅垭口以后，我不是住到下面了吗？我住到下面以后呢，昨天晚上上去了，什么都没看到。然后吧，他们说这里有一个什么海，离索海，这里有个离索海很漂亮，然后可以骑车到湖边，一共去26公里，回来26公里，52公里，真的把我骑崩溃了。这边的路况差到极致了，尤其这种骑摩托车。特别累，真的，你看，路上全是这种炮弹坑，这都算好的，全部都是炮弹坑。然后一路的就开始吃烟，一直都在吃烟。其实我真的是不想去了，但说他说那里很好看，我现在需要一个理由。如果要是说我自己的话，我真的不去了，毕竟还有很多人在关注我，就是700多个粉丝，然后每天有好几十个兄弟在我的评论区下面，我决定去一趟。如果以后有机会你们来了，你们看一下值不值得去吧。为了你们，干了，干！干死了算。往前走。刺激。怎么走？走。我这会儿手已经酸了，我手巨酸。我靠！我操！好，大哥，就是把我后面一路保驾护航，大哥。藏族大哥。我骑摩托来到了这里，我这会儿要下去。累了，我成功了。哎呀，咬我手了！真的，咬我手了。骑回来了啊！这会儿又到安徽民宿了，骑回来了，我已经累的就有点崩溃了，我有点崩溃，有点。大哥给我炒的炒饭，吃完煮啊。咱们开一个100多块钱的酒店盲盒吧。180多，感觉怎么样？卫生间挺大，然后这装饰喜欢吗？感觉怎么样？性价比高吗？总结开始。首先呢，我这会儿，我这会儿才到新都桥。我为什么才到新都桥呢？其实今天已经是我进318的
4天了，第4晚了。我第1天住到了康定。为什么住康定呢？因为我怕我有这种高反的原因，所以我想第1天先适应一下。然后第2天呢，我就来到了新都桥，然后打卡了鱼子溪。鱼子溪因为海拔4000多嘛，到了鱼子溪以后，然后我下到新都桥，我发现我有点难受，所以我就往前又走了60公里，到了雅江。然后我就准备再适应一下，然后到了雅江以后呢，我发现如果我要再往前走呢，就是到理塘了，那边又很高，所以我想再适应一下吧。然后有一个叫紫梅垭口，那个地方呢，就是说是很漂亮很小众，然后我就去了。我去了以后，我才发现这个紫梅垭口那块的路超级烂，特别的烂。我就是那个烂路大概有26公里吧，那条烂路啊，我就来回骑了50公里吧。那条烂路我来回骑了3个小时，然后这3个小时我就是最后到酒店的时候，我人都碎了，就是我还自己留了个心眼，因为我要去的时候，我发现那个路烂，我看了一下攻略，我发现我知道那块路烂，然后我在那个门口的民宿我就住下了。我住下了以后，因为我知道我万一要受不了的话，我不会跑很远，然后在那儿住下，我留了个心眼。但是我没想到啊，真的太累了，那路巨烂，全是那种炮弹坑，你知道吗？就我靠，然后有的那种路全是碎石子，哇靠！就我这腰啊，我这肩啊，我都感觉不是我的了，我都崩溃了。我往那边走以后，我才发现那边的植被特别多，然后这一路风景非常好看。刚往里走是黄色，然后会有绿色，就植被特别的好，包括那儿的小村庄，哎呦，伴有那种藏族的藏式的那种建筑，太美了。真的特别特别美。然后去了以后，然后紫梅垭口，然后我去完以后，哎呀，一说起有点伤心，因为哎呀，我就为了赶路嘛，我到了6点，我5点多，我实在是受不了了，然后吃了口饭，我开始上去，我上去以后7点了，啥都没了，日照金山也没了，什么都没了，纯原种。但是我也想了想，你去都去了，多大一个来都来了，反正你看原种长啥样吗？就这样，就这。然后我下来了以后。我不住到那民宿了吗？晚上的时候跟那个民宿的老板聊天，他是藏民非常非常的淳朴啊，特别特别淳朴。然后很多人说啊，紫梅垭口是一个小众路线，小众打卡地，小众个屁吧，小众那人那老多了，那车那路烂成那样，那车咣，就是那车络绎不绝的往过走，根本就不小众。真的，但是我就上去那一刻还真是挺漂亮的，因为它离雪山很近嘛，还是挺好看的。然后第2天呢，我晚上我又跟民宿的老板聊天，然后那个民宿老板说他们有一个叫查一下紫梅垭口那块啊，就是你正常就是这条路一直走，然后拐个弯嘛，然后拐到这个紫梅垭口上。然后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你是直走，然后走到一个特破的一条路上，叫啥来着？离索海。然后这块呢，你上去呢需要骑摩托车，就是骑他们当地的那种125的摩托车。然后因为我想骑我的这个车上去嘛，我靠，就那路太难了，真的。如果说你没有一点技术的话，真的不建议你去。真的，那路况就是真没有围栏呢，就什么都没有，就是纯土路。那是我骑过以来那是我有史以来骑过最危险的地方了，真的很危险。但是我上去了以后，还是用无人机飞了一下，然后拍了几张照片。那会儿我说咱有700多个兄弟吧，对吧？咱得为700多个兄弟去走看一看。其实有点小私心，小私心，就是我想骑着我的摩托车，然后去到一个高山上，去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，然后有雪山。其实我有一个这样的愿望，其实这也就是我的一个骑摩托车，作为一个骑摩托车人的一个心愿，一个愿望。然后也确实是达成了。它那块呢，很多人说它是一个非常小众，它其实它就是路况不好。那块路况要是好的话，那人去爆了，真的。就是从新都桥一路到紫梅垭口这一条路上的风景非常好，然后到了贡嘎村县那块再往里走，路况就巨差，特别差。它就是路不好，所以就是说这会儿人才少。但是其实现在人也不算是太少吧，反正现在人那肯定跟鱼子溪比的话，那肯定很少很多了。但是现在有现在的好处，就是现在去不了有去不了的好处。但是以后路况好呢，有路况好的好处。它早晚有一天那边要修路的。反正我听说啊，2年以后可能那边就要修路了。现在呢，虽然路况极其不好，它也有它的这个好处。
以后呢路况好了呢，那边一定会火爆的，那块儿一定会火爆的，一定会。然后我不在那儿住了1天嘛，然后我在雅江住了1天，在康定住了1天，我在这个贡嘎镇乡吧还是什么住了1天，在贡嘎村住了1天，在那儿住了1天以后，那块海拔是3500也不3600，但是那儿的植被特别的茂密，我没有那种特别明显的那种高反的感觉，但是实话实说啊，在我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我还是有一点点这个难受的。但是是可控的，是在可控范围之内的。本来呢，我这上午我是9点走的嘛，我是上午9点，然后准备9点多去的那个黎索海，我9点多去的黎索海，我下来的时候都已经1点多了。其实它那个路程也就是来回也就是40公里左右，50公里以内，肯定是50公里以内。但是我就是9点多去的，然后1点多回的，就路况太差了，然后我特别累，然后我又回到新都桥了，我都来3趟了，新都桥我都来3趟了，我从康定到新都桥，然后我跑到雅江住去了，然后我又从雅江我又跑回来了，我又跑到那儿去了，在那儿又住了1晚，然后我又跑到这儿来了。但这块也海拔也是3000多，但是我现在基本上已经完全适应了。我现在说话呀，包括怎么样都没有太大的问题了，这会海拔已经完全适应了。我觉得我接着下一步，包括今天我在4000多的那个黎索海那块，我也很适应了。啥也不说，你这事你就看你冤种，你看见了吗？冤种就在这儿呢，冤种就长这样。我虽然是个大冤种，但是如果说你没有那种海拔的适应能力，如果很慢的话，如果你海拔适应能力也不强的话，你也想把这几个地方去转一转的话，你跟我一样，你也是大冤种。然后我明天要去理塘，其实到理塘也不是太远，就200多公里，但是理塘是海拔最高的县城。我觉得就冲这个吧，我觉得也挺有意义。200公里去吧，200公里。虽然说我进藏明天开始12点了，我还没进去进藏呢。12天了，我没进去西藏呢。但是理塘快了，到了理塘就快了，我注意一下啊。在第一阵嘛，我这适应这么多天了，4000多海拔，我干。接着我就进藏了，接着进了，要11月份了，西藏就可能去了。虽然慢，虽然说我是小乌龟，咔咔往前爬，但是咱们一步步的往前走。今天就这样。我今天到了新都桥3回了，新都桥没事，新都桥3回啊。明天干理塘出发，今天就这样，还没吃饭呢。中午早上吃了点，中午吃了点，晚上吃饭，早点休息。318干，再见。